武松一生总共杀死了4位高手，西门庆榜上有名，但武艺在这当中只能垫底，第一实力不详，然而却剑法精妙，手段高强，是武松平生所遇之劲敌。第4，西门庆。西门庆是阳谷县的地头蛇，他不仅为人阴狠好色成性，更学得一身好枪棒，慑于他的淫威，阳谷县没有人敢去惹他。潘金莲沦陷后，武大郎抄着扁担与西门庆拼命，结果被他一脚踢得半个月下不来床，可想这一脚的威力。后来武松找他报仇，他又奋力一脚踢掉武松手中的刀，但由于自身长期沉迷女色，导致气力上大不如武松，因此还是很快就成了武松的刀下之鬼。这里插句题外话，新水浒中西门庆前期把武松打个半死这种情节在水浒原著中是不存在的。要知道小说中西门庆根本就没有这种实力，他踢掉武松手中刀后，被武松一个背摔就扔下了楼，接着武松也跟着跳下，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让我性命啊！让我性命啊！灵异，还我哥哥命来！第3，贝因奎。贝因奎是方腊大太子方天定手下的一名武将，位列杭州24将之一。梁山军攻打杭州时，鲁智深大战方腊4大元帅之一的邓元觉，两人斗到50回合后，武松舞着借刀也准备加入战斗，邓元觉自知打不过2个，就慌忙退下了。而此时杭州城中敢于出城接应邓元觉的只有一个贝因奎，想必也是有些本事的。但令人意外的是，与武松只交手了1个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情景就像是虎牢关前的华雄，只挥舞了一下武器，就被关公一刀砍了。但这里也不能直接说是因为他们太弱，只能说他们所遇到的对手实力太强。根据贝因奎的武将地位，他应该比西门庆要厉害些，毕竟作者还称他是猛将。第2，蒋门神。蒋门神是一方恶霸，因身高9尺，学得一身好本领，便在孟州为所欲为。他曾自吹3年上太岳征交，不曾有对手。金眼彪施恩与他相争快火灵，结果被他打得2个月都下不了床。后来武松发配孟州，决意帮施恩夺回快火灵，于是就有了醉打蒋门神一节。要说这蒋门神的拳脚功夫真不算弱，竟逼得武松不得不使用平生绝学玉环步鸳鸯脚。这2招祭出后，蒋门神直接被打得跪地求饶。认识武松爷爷这对拳头吗？好饶我命啊！景阳冈上的老虎也经不起我3、5拳。若要我饶你，必须依我3件事。出所3件，300件也易得。不过他能让武松使出绝招，说明这武艺也非同一般，故而排在第2。下面解密第1高手。第1，飞天蜈蚣。纵观武松的战绩，飞天蜈蚣绝对是其遇到过的最厉害的对手。首先，飞天蜈蚣这一绰号就超级霸气。虽然书中介绍他的身份是个老道，但根据这一绰号，想必不是个凡夫俗子。他精通阴阳之术，无论道术还是武艺都堪称一绝。武松与他正面交锋时，他手持2口宝剑，与善用借刀的武松大战了数十回合不分胜负。而书中对于2人的这段战斗描述也是相当精彩，说2个就月明之下斗了个一来一往，一去一回，4道寒光旋成一圈冷气，最后还是武松迈出一个破绽，又是飞天蜈蚣着了套，才将其拿下。可见飞天蜈蚣的剑法有多么不俗。在武松所杀死的人当中，他的这份战力无疑是最强的，排在第1，实至名归。